今年内容是过去15届以来最多的一次，陆海空天电全面都有，包括军工企业和民间公司积极展出各种类型的可起旋翼的飞机，让我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解放军空军现役的歼20，从外观看不到的科技，比如空电、发动的进化，乃至于未来可能具备无人机母机形态。我认为这个载台未来它发展有非常多的潜能。我想中国大陆未来可能会借由像珠海航展的一个平台，更多展示在科技发展、在相关运用上对整个世界提高它的透明度。中国大陆特别是在无人体系，它各种无人机民用或军用或者军民通用，大概好几百型，这是搭上了中国大陆这几年所强调的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策略，比如说攻击1型、攻击2型，还有像无侦机、双尾蝎。此外，值得大家注意，未来它用无人机作为载台实施海上的巡逻甚至反潜，在技术这个部分它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对，只是未来如何它的无人机和有人飞机进行搭配，发展相应的战法战术，这个可能是它未来积极努力的重点。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今年就内容来讲，我认为是过去15届以来最多的一次，也显示了中国大陆在发展军武更多的自信，它的整个企图心是很大，就是陆海空天电全面都有一大堆的东西。这次隐形战机大家看最多就是苏57，这次有2架参展嘛，一架放在地面做静态承载，然后飞机旁边顺便陈列了它配套的包括空对空、空对地各式武器装备。那另外还有一架就是每天做精彩的飞行表演，而且每天飞哦，每天飞，这么大，即使下雨，即使云层很低，它照样飞。比如说落叶飘啊，一些小角度大机的转弯等等，哇，这个60几岁的飞行员居然能够那么大胆、那么激烈的操控，也确实佩服他的技术和他的体能。总体来讲，苏57确实在机动性能给大家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架飞机是3型隐形战机里面曝光度和讨论度我觉得最高的一个。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解放军空军现役的歼20。歼20这次大概就是用双机的方式飞进来展览，它并没有降落在机场，而且跟大家近距离的观赏，不像上一届航展，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美中不足。当然，双座机这次没有真正的实机承展，只是用模型机在中国航空工业它大的展场里面和歼35的模型一起展出。那我相信从外观看不到的它相关的科技，比如它的空电、发动的进化，乃至于未来歼20这种双座机可能具备无人机母机这种新时代的或者未来的空战形态。我认为这个载台未来它发展它有非常多的潜能和可能超过我们的一些想象，特别是中国大陆在无人体系已经不限于无人机，像它各种无人机林林总总加起来，民用或军用或者军民通用大概好几百型，这个在全世界范围里面我认为都是非常罕见的，显示中国大陆各公司包括军工企业和民营公司积极抢这一块，而这一块其实就是搭上了中国大陆这几年所强调的低空经济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策略。这个部分既有军方面的元素，也有民方面的元素，这个部分以它的体制这样子投入众多资源去发展，我认为未来它的发展真的是各国都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压力。它这个压力来自于它不只有无人体系这种无人飞机，更重要就是相关的管理、相关的软体、相关的法规，还有它相关的配套一些周边的系统，其实在这次的展里面都有完整的展示。而这个压力目前现阶段各国是感受到中国电动车的压力。那至于说另外一型就是歼35战机很可惜它每天只是匆匆一飞，飞到这个现场可能逛个几圈，短时间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歼35相关的基本的飞行能力，很可惜它不仅没有降落，而且滞空的时间也不是很久。总体来讲，这个飞机很多西方传媒说它是美国 F-35的仿制版，我个人认为这种所谓纯粹的 copy 或抄袭，就 F-35和歼35来讲，除了外形外只有35这个编号，事实上就整个空气动力设计还有它的配备来讲，两者确实是差异太大。比较 F-35和歼35，其实还是必须说 F-35在技术还有整个成熟度还有衍生的战法战术以及相关的运用来讲，
对比歼35，它还是有很大很大领先的优势哦。但就像我这次看珠海航展啊，发现它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而且在很多黑科技这个部分有它自己很擅长的一面，所以这个歼35未来这个快速发展，这是指日可期。这次无人机哦，在解放军制式装备的无人机其实就有大概2型哦，比如说攻击1型、攻击2型，这是他们制式的一个说法，就是攻击型这个无人机，它的外形就像翼龙系列。那另外还有像无侦7，那此外像这个很多航空集团所展出的，像是双尾蝎，在台海周边也有活动。那此外这次这个无人机哦，它的推进方式除了传统的包括前面、后面或者地面上，那还有所谓的可倾旋翼，就像美军的 V22 类似这样的设计。但这种配置事实上过去来，在我们观察这种飞机也觉得不太安全。为什么呢？V22 就是3不5时会有坠毁，会有一些飞安的事故。但大陆这次在很多公司，包括军工企业和民间公司，积极展出这些各种类型的可倾旋翼的这个飞机，或者类倾旋翼的飞机，让我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当然，纯粹就技术角度来看啊，很多公司所展出的产品或者飞机，它本身是不是有完全成熟的技术，可能打一个问号。那我们还看到他们展出了电控的可倾旋翼或者垂直旋翼发动机的雏形，电动机的实体。他们也承认这个东西目前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而这样的电控，它与传统的发动机相比，它最大的特色就是相对比较稳定，不会有一边强一边弱这种动力失调而衍生的一些飞安意外。那另外还有一个厂在离主场比较远，它选择了一个港口做无人艇、无人船展示，还有进行无人机的飞行秀。其实它已经成为中国的武器展。我想中国大陆未来可能会借由像珠海航展这样的一个平台，更多展示它本身在科技发展、在相关运用上对整个世界来讲，然后提高它的透明度。还有在太空领域对，对岸叫做航天，这次比较特别。像中国大陆也有它的千帆计划，在现场就展出千帆计划它所发射这种微卫星它的实体。那马斯克搞所谓可回收式的火箭，中国大陆也在搞可回收式的火箭，因此相关的发展其实它是紧追国际潮流。在这个部分，包括它公家或者民间的公司，未来这样积极发展所擦出的火花，来确实会让大家了解到，未来在卫星发射这个业务或者太空探索这个部分，那大陆绝对会变成国际太空强国。从这次展出的内容里面，其实这个部分让我确实也是印象非常深刻。所以看得出来，这个珠海航展还有很多面向没讲了哦。对 ，OK， 我们今天谢谢总编，再见。